这个炮灰菲律宾是当定了。马克思宣布南海备战，有靠山又如何呢？关于南海中国是不可能让步的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群说。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命令军队继续保护菲律宾在南海的利益，给出的理由是该海域的紧张局势正在持续上升。我告诉菲律宾武装部队说，他们的使命已经改变，如今我们需要全力以赴，密切关注本国所面临的局势。马克思表示，尽管菲律宾是个小国家，但是也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土，依然要为了每个菲律宾人而战斗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声称，菲律宾多年来一直在与所有的邻国保持和平以及互相理解，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。对此，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。这说了这么多，这其实这菲律宾总统此次想表达的就是一句话：菲律宾军方做好了在南海进行军事冲突的准备。那么，至于跟谁发生冲突，这马克思是没有明说，但是外界心知肚明，大概率的就是中国了。过去一段时间，菲律宾对华态度明显改变了，其中引起最大热议的就是菲律宾海警船擅闯仁爱礁，遭到了中国海警驱离一事。明明是菲律宾在没有经过我国同意的情况之下，擅自的闯入仁爱礁，结果菲律宾方面却是大肆的炒作，企图通过所谓的激光照射污蔑中方。基于此，中方虽说是第一时间严正的回应了，但是中菲之间的关系还是加剧紧张了。相比对中国的不友好，菲律宾却没少向美日等国家释放善意。例如，答应美军入驻菲律宾本土4个新的军事基地；例如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期间，两国在声明当中强调了菲美联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，坚如磐石。再例如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还亲自对日本进行了访问，甚至在近日与日本、澳大利亚谈判，敦促他们尽快加入美国的南海巡逻计划。要知道，日本和澳大利亚这2个国家，无论是拎出来哪一个，对华态度都非常的不友好。日本就不用说了，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对中国的敌意都是只增不减。而澳大利亚呢，为了讨好美国，前国防部长达顿更是一顿叫嚣道，明天就跟中国开战。为了遏制打压我国，美国在南海的动作已经是常态。对于该国与菲律宾之间的互动，我国并不意外，但是日澳就不一样了。2个美国盟友，又是2个域外国家，把他们拉入到美菲的联合巡逻活动当中，南海怕是要大变天了呀！那当然了，真要说变天，事实上早在马克思刚上台的时候，这天就已经变了。上任的第一时间，马克思就亲自前往美国与总统拜登会面，确认了一遍美菲军事同盟是否还有效。那另外呢，面对美国防长的访问，菲律宾又抛出了台海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的妄言。传言前几天，马克思还强调说，菲律宾不会失去1寸领土，会继续依照宪法和国家法维护领土的完整和主权。比起杜特尔特时期，或许现在的马克思时期对华态度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罕见，但是实际上，对于菲律宾而言，亲美反华是一个常态。菲律宾国内本就存在着大量的亲美势力，加上该国本来就是美国的前殖民地，只不过让杜特尔特任职期间的侵华举措，让我们多了一些不必要的幻想。现在有了拜登政府的忽悠和支持，让马克思政府认为有了靠山，因此站起来与中国掀桌，暗示着菲军在南海备战。这如此一来，这个炮灰这菲律宾是当定了呀。毕竟，美国可不会在关键时刻去救助棋子儿。那当然，就南海问题与中国对着干，菲律宾占不到便宜，在领土完整和主权这方面，中国不可能让步。只是从长期来看，中菲关系的恶化，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